人到老了，到底是走得吉是福，还是拖得久是福？这话听着忌讳，可咱们活到60、70岁，谁心里没偷偷琢磨过？嘴上都说不怕死，真正怕的其实是半死不活的熬，自己遭罪不算，还连累儿女跟着受苦。医院走廊里最能见人心，有人前一天还说笑逛菜场，隔天就安详走了。有人说这是几辈子修来的善终，也有人撇嘴说这是暴毙恨死。业力深重，有人卧病在床熬了10几年，有人说这是活受罪消业障，也有人说这是儿孙孝顺福气拖着命。我告诉你们，大家这么争来争去，全都在事物的表面相上打转转。世人都害怕死亡，都在凭着自己的好恶，凭着凡夫俗子的眼光去给别人贴标签下定论。但到底是福报还是业力，走得痛快好，还是缠绵病榻好？咱们今天先别急着下定论。你们要晓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智慧，对这生与死看得很透彻。这天下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生，更没有随随便便的死。人的生死绝对不是老天爷随便掷个骰子，或者阎王爷高兴了拿笔乱划一通，那不是偶然的。生死背后有一本极其精密丝毫不差的账本，这本账就算你用现在最厉害的超级电脑来算，也算不出它的精妙。这本账算的是什么？全在因缘果报这4个字上，全在咱们这一念心上。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这生生死死来来去去的戏码，都是咱们自己的心念和往昔的业力交织出来的一张大网。你想想看，咱们人活一辈子，吃过多少亏，占过多少便宜，说过多少伤人的话，又动过多少贪嗔痴的恶念，这辈子结下的恩怨情仇，你以为时间一长，眼睛一闭就翻篇了？我告诉你，一样都没少，一笔一笔全给你记在那个无形的账本上了。为什么有的人肉身这件衣服说脱就脱，走得一点都不留恋？为什么有的人明明肉身已经坏透了，5脏6腑都衰竭了，偏偏就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拽着他，让他多受几年10几年的罪？这背后的玄机深得很今天我就把这本天地间的账簿一页一页的翻开来给诸位看一看。咱们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讲咱们身上这口气，这颗心，这段缘。看懂了这本账，你再回头看那急匆匆走的和病床上拖着的，你的心里就跟明镜一样亮堂了。以后再遇到家里的生老病死，你也就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化解，再也不会惊慌失措怨天尤人了。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种走得急的。你想想看，街坊邻居里头要是谁家老人突然心脏病发作或者脑溢血，一句话没留，人就没了。大家去吊唁的时候，是不是都在底下嘀咕？有的人羡慕，说这是修来的福；有的人直摇头，说这肯定不是什么善终。我告诉你们，这2种看法全都错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全都被生死的那个表象给骗了。佛法讲得很清楚，咱们身上这100来斤的肉，5脏6腑加上这层皮，叫做什么？叫做色身。这个色身从你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走向衰败。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花钱租来的一套房子，或者你穿在身上的一件棉袄，租期到了，房东要收回去了，衣服穿了几十年，线头朽了，布料糟了，风一吹就散架了。这个时候你脱下这件破衣服，交出这把生锈的钥匙，这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规律，叫做色身无常。
可是凡夫俗子不明白这个道理，总觉得这具肉身就是我，这房子里的家具存折，儿女就是我的。等到老天爷突然要收回这件衣服的时候，你舍不得啊，你的心像万能胶一样死死粘在这件衣服上，硬要把衣服撕下来，连皮带肉的，你能不痛吗？你能不害怕吗？所以大家害怕走得急，怕的根本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怕来不及。来不及交代银行存折的密码，来不及抱一抱还没过门的大孙子，来不及把这辈子吃过的亏受过的气找人说道。因为有挂碍，所以突然断气的那一刻，神识是惊恐的，魂魄是慌乱的。但你以为天下人都这么怕死吗？你们要晓得，真正看透因果明白心性的人，脱下这件衣服的时候，那简直是潇洒到了极点。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高僧叫做隐风禅师，这位老和尚一辈子修行，到了晚年知道自己这具色身的租期快到了，该换地方了。有一天，他把庙里的徒弟们全叫到跟前，老和尚满面红润，声音洪亮，一点病态都没有。他盘腿坐在蒲团上，笑着问徒弟们，我问你们，你们见过古人圆寂脱下这身皮囊，有坐着走的，有躺着走的没有？徒弟们一听，老老实实的回答，师父，坐着圆寂的吉祥卧，躺着圆寂的，咱们都见过听过。隐风禅师点点头，又问，那站着断气的，你们听过没有？徒弟们面面相觑，说也有听说过几位大德是站着走的。老和尚眼睛一眯，突然冒出一句，那大顶朝下倒立着死的，你们听过没有？这一下底下的徒弟全傻眼了，个个拨浪鼓似的摇头，师父您别开玩笑了，倒立着圆寂，这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过。好，老和尚大笑一声，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话音刚落，隐风禅师双手在地上猛地一撑，双脚朝天，啪的一下倒立了起来。就在这倒立的一瞬间，老和尚气息全无，当场圆寂。最绝的是什么？他身上的宽大僧袍，按理说倒立应该全垂下来盖住头脸，对不对？没有，那僧袍就像是用浆糊糊住了一样，紧紧贴在身上，纹丝不动。这一下可把徒弟们吓坏了，大伙儿急得满头直冒冷汗。人死了得入殓啊，得放平了装进棺材啊。几个年轻力壮的和尚赶紧上前，想把师父的遗体推倒，结果你猜怎么着？用手一推，推不动。老和尚整个人就像是一根用钢筋水泥浇筑的铁柱子，死死钉在地上。几个人累得气喘吁吁，老和尚还是稳稳当当的倒立在那儿。全庙上下乱成了一锅粥。最后实在没办法，赶紧派人跑到山下，把隐风禅师出家的亲妹妹给请来了。这妹妹也是个修行人，她迈过门槛，看着倒立在大殿正中间的亲哥哥，没哭也没喊，上去指着遗体就骂，老哥啊，老哥啊，你活着的时候就不按常理出牌，现在死了还要搞这种稀奇古怪的花样来迷惑大众，给大伙添乱，赶紧给我下来吧。说完，妹妹伸出一根手指头，照着老和尚的肩膀轻轻一推，扑通一声，像推倒了一棵朽木。老和尚的遗体这才会异地倒在了地上。诸位，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想想看，老和尚在临终前搞这么一出惊世骇俗的戏法，他是在向徒弟炫耀自己的神通有多厉害吗？绝对不是。老和尚大慈大悲，他是在用自己最后的命给世人上了一堂最深刻的生死大课。
他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告诉世间人，生死哪有什么固定的规矩，哪有什么特定的样子。你们世俗人总以为老死在床上，儿女围在跟前哭天抢地，身上盖着红布被子，这就叫好死，叫福报。走在半路上突然倒地，没留下一句话，这就叫横死，叫恶报。这简直是天大的误解。只要你心里头没有贪念，没有怨恨，把这世间的恩恩怨怨全都放下了，不被这具皮囊给拴住，那你脱下这件旧衣服的时候，想坐着脱就坐着脱，想站着脱就站着脱，就算是大顶朝下倒立着脱，照样从容不迫，走得急，根本不是什么老天的惩罚，它是因缘成熟，一刀两断的洒脱。所以我告诉你们，以后听到谁谁谁突然倒下走了，别再去评判人家是福是祸。要是他生前已经把世间的道理看通透了，那这一瞬间的离去就是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大解脱。但是话又说回来，老天爷收衣服的时候，有的人走得利落，可为什么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他的身体其实早就该报废了，五脏六腑都坏了，连医生都说没指望了，可他就是死死地吊着那最后一口气，他痛苦地在病床上翻滚呻吟，不仅自己活受罪，还把一家老小全拖进了一个无底洞里。大家看着都心疼，都盼着他早点解脱，可他就是走不掉。这就引出了咱们老百姓最害怕的第二种大关，拖得久。你去看看那些重症监护室，或者很多老人在家里躺在那个床上，瘦得皮包骨头，医生把家属叫到走廊里，摇摇头说，老人家五脏六腑全衰竭了，按理说早就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了，你们准备后事吧。可是呢，你进去一看，老人家眼睛瞪得老大，喉咙里呼哧呼哧的拉风箱，就是咽不下这最后一口气。大伙儿看着都揪心啊，身上插着管子，每一秒钟都在受抽筋剥皮一样的罪。大家就在那儿纳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们，这拖得久的第一重真相，也是最让人叹息的。第一道催命符，它根本不在外面，全在他自己的心里头。咱们老祖宗管这叫什么？叫心性执念，魂魄难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给你们讲个现代的事儿。前几年有个张老太，老太太78了，得了绝症，到了最后那个阶段，癌细胞都扩散到全身骨头里了，疼起来浑身直打哆嗦，止痛针打进去跟打水一样，一点用都没有。大女儿和二儿子天天守在床前，看着老太太受罪，心如刀割，连大夫都暗地里说，老太太这身体已经全坏了，早走一天是早少受一天罪。家里人把老寿衣都给她换好了，可张老太就是不闭眼，整整3天3夜，老太太没吃没喝，下巴骨都塌下去了，可那2只眼睛就跟钉子一样，死死盯着病房的那个门。大女儿凑过去，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拉着她的手说，妈，你别熬了，我知道你疼，你放心走吧，家里都有我们啊。老太太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可她的右手死死攥成一个拳头，手指甲都掐进肉里去了，抠出了血印子。大女儿想掰开她的手，给她擦擦手心里的冷汗，怎么掰都掰不动，那手攥得跟铁钳子似的。她在等什么？她在等远在国外打工的小儿子，那是她这辈子最心疼的肉疙瘩。到了第4天半夜，砰的一声，病房门被撞开了，小儿子满头大汗，连滚带爬的扑到床前，膝盖一软，扑通跪在地上，哭着喊，妈，我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就这一声，老太太死死盯着门的那双眼睛突然转了过来，看着小儿子，他那只转了3天3夜谁也掰不开的右手突然松开了，手心里是什么？是一把生了锈的小铜钥匙，那是老家抽屉的钥匙，里面放着老太太攒了一辈子准备留给小儿子娶媳妇的2万块钱存折。小儿子一把攥住那把带着老太太体温和冷汗的钥匙，就在他拿走钥匙的那一瞬间，张老太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呼，眼睛一闭，旁边的仪器滴拉成了一条直线，人就这么走了。诸位，你想想看，张老太最后这3天3夜多活这100多个小时，靠的是医生开的药吗？靠的是他身体里的气血吗？早就没气血了，靠的全是他心里头那股死死咬住不放的念头。佛法讲得很清楚，心是一切法的根本，你这个心念的力量大得不可思议。当一个人对这个世间、对儿女、对钱财，甚至对某个人的一股怨恨抱有极大的执着时，这就叫做贪恋和痴迷。老祖宗讲的浑神交战就是这个状态。你看他躺在那里，其实他的身体就像一栋已经烧起了大火快要塌了的破房子。正常人一看房子要塌了，魂魄也就是咱们的神识顺理成章就跑出来了，这就叫解脱。可是他呢，他觉得房子里还有一块金条没拿出来，还有个小儿子没见着，所以这房子不管怎么塌，砸得他多疼，火烧得他多痛，他的神识死死扒住，这根烂柱子打死都不肯出来。这就是气机郁结啊，他的那颗心变成了一把大锁，把自己的灵魂深深锁死在这个破败不堪的肉身牢笼里。你们要晓得，这个受罪的过程惨绝人寰。佛经里形容人死的时候4大分离，那个痛苦就像活活把乌龟的壳给剥下来一样，你在那个时候还要硬生生用意志力把魂魄按在这具烂身体里，那等于是在刀山火海上给自己上刑啊。很多老一辈的人不明白，总觉得我这是心疼孩子啊，我这是放不下这个家啊，我是为他们好啊。我告诉你们，这不是真爱，这是天大的糊涂。你用这种自虐的方式拖延在病床上，不仅你自己受着扒皮抽筋的活罪，你看你跟前的儿女，哪一个不是跟着你日夜煎熬，心如油煎？你在那里舍不得走，其实是在消耗全家人的精气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以为你是被阎王爷抓着不放吗？你以为是病魔在折磨你吗？错了，在第一层因果里头根本没有人在折磨你，是你自己死死抓着那个虚幻的影子不肯撒手。有的人是放不下钱，有的人是放不下权，还有一种最可怕是放不下怨。我见过有的老人躺在床上几年，就是因为当年跟兄弟分家产吵了一架，或者觉得哪个媳妇对自己不好，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他躺在那儿，每天在脑子里把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嚼，越嚼越恨，越恨气越结，这股怨气堵在胸口不上不下，他就这么硬生生的在病床上耗着，这才是最悲哀的。这第一道催命符叫做心念化地为牢，只要你看不透这个无常，只要你这口气里夹杂着一丁点的贪恋、嗔恨、舍不得，你这件破衣服你就脱不下来。但是咱们话又得说回来，有人听到这里就问了，南师啊，不对呀，我见过有的老人家修养好得很，对生死看得很开，财产分清楚了，遗言也交代得明明白白，他心里什么牵挂都没了，
可是他为什么还是在病床上痛苦地拖了好几年也走不掉呢？诸位，这就碰到硬茬了。如果说第一条原因是他自己不肯走，那当他想走却走不掉的时候，又是什么力量在拦着他？这就牵扯到了天地间另一本极其隐秘的阴阳账簿。咱们接着往下剥这个洋葱皮，看看这拖得久的第二条真相到底有多么让人后背发凉。有的人心里头是真的放下了，银行卡密码早早就告诉了儿子，名下的老房子也全分给了女儿，连后事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交代得明明白白。他在世间连一根头发丝的牵挂都没有了，对生死看得很开。可是你再去医院看看他，哎呦，他依然在病床上痛苦地煎熬着，插着管子喘着粗气，甚至拖了好几年都走不掉。这时候家属就在旁边抹眼泪，满心的委屈和不解。老天爷啊，我爸这么豁达的一个人，心肠又好，该放下的全放下了，怎么还要受这种活罪啊？诸位，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要晓得，这已经不是他自己主观上了不想走了，而是有一股极其庞大的客观力量在拦着他。这就牵扯到了咱们老祖宗讲的天地间那一本极其精密丝毫不差的阴阳账簿。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拖得久的第二重真相，业力与福报的拉锯战。很多人对因果报应有一个天大的误解，大家总以为一个人要是干了坏事，造了重业，老天爷要惩罚他，那肯定是让他出门就被车撞死，或者得个疾病立刻暴毙，对不对？大家都觉得遭报应就是死得越快越好，越惨越好。我告诉你们，这是世俗凡夫非常肤浅的看法，这种逻辑只对了一半。佛法讲得很清楚，生死流转全靠业力牵引。如果一个人只有深重的恶业，没有任何福报了，那他确实会迅速的横死暴毙。但是咱们绝大多数普通人哪有纯粹的恶或者纯粹的善？大家都是善恶参半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最让人遭罪的局面。你的业力确实很重，但是你的福报偏偏还没有耗尽。你想想看，什么叫福报未尽？也许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做生意手段虽然很辣，坑过几个人，甚至造了不少杀业，但同时他也拿赚来的钱修过桥，铺过路，或者对亲戚朋友很大方，甚至他上辈子或者祖上还给他积攒了一大笔没花完的阴德。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银行里虽然欠了一屁股还不清的烂账，但他另一个账户里居然还有不少存款。等到临终交账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天地间那股强大的业力找上门来，就像讨债的凶神恶煞，死死拽着他的肉身往下沉，让他生恶病，让他浑身剧痛，让他痛不欲生。这股力量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拉走。可是就在业力要把他彻底拽进鬼门关的一瞬间，他命里那点还没享完的福报，就像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从底下稳稳地拖住了他。福报说，慢着，这人的福禄还没享完，他的寿命还不到绝头，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业力又说，不行，他欠下的这些贪嗔痴的债已经到期了，今天必须清算。诸位，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想想，一股力量拼命要把它往下拽，另一股力量又死死地把它往上拖，这两股力量互相不让步，就在哪里打架？就在这个病人的色身上打架，这就叫拉锯战。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业力让他好不了，福报让他死不掉，他就这样被悬在
半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活生生的卡在了阴阳的交界处。你看到他在病床上，今天抢救过来了，明天又恶化了，反反复复折腾了几年甚至10几年。家属以为这是医学奇迹，或者是病人自己求生意志顽强，其实根本不是，那是天地间的账面还没有算平啊。那有人就问了，南师既然卡住了，那到底要卡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告诉你们，老天爷是最讲规矩的，这个算账的过程极其残酷，但也极其公平。你在病床上多拖1天，痛得冒出一身大汗，打进去一针昂贵的药水，或者插在喉咙里的管子抽搐一下，这全是在屏障。你的每一次呻吟，你的每一滴痛苦的眼泪，都是在慢慢地一点一滴的冲销你那笔沉重的业债。因为你的福报把你强行留在世间，但业债又必须还，所以你只能用摄身的极度痛苦来抵消那个差额，直到哪一天你在病床上受的罪，把你命里剩余的那点福报彻底消耗干净了，或者把那笔厚厚的业债终于还清了，账本一平，啪的一声，拉锯的绳子断了，这个人立刻就解脱了。所以你们以后去医院探望那些常年卧病在床的老人家，不要只会在旁边叹气，或者暗地里抱怨老天爷不长眼，你要懂得透过表象看本质。那段漫长而痛苦的病程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折腾，那是天地因果在进行。最严密的清算，那是他的灵魂在用最直接最惨烈的方式走向清算之后的轻盈。看懂了这一层，你就会对因果生出极大的敬畏心。你会明白，人这辈子千万别仗着自己有点福报，有点钱财，有点势力，就去胡作非为。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其实那笔账全记在底下。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了，你的福气就会变成拉长你痛苦时间的锁链。福气越大，拉锯的时间可能就越长，受的活罪就越多。但是咱们这层洋葱皮剥到这里还不算到底，有时候在病床边守夜的家属会遇到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比如老人家本来神志不清，突然眼睛瞪得老大，对着空无一人的墙角大喊大叫，甚至喊出一些几十年前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浑身哆嗦，害怕的只往被窝里缩。遇到这种情况，你用第一条心性执念解释不通，用第二条福报拉锯也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因为前面讲的业力还只是一笔糊涂账，可这种现象分明是活生生的，有针对性的债主找上门来了。这就引出了咱们要讲的拖得久的第3道催命符，也是最深最可怕的一层真相。那可不是什么抽象的账本，那是跨越了千百年的宿债临门。你去医院的重症病房里守一夜，或者在家里照顾过久病老人的，往往碰到过这么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儿。老人家本来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迷迷糊糊的，到了大半夜，他突然把眼睛睁得像铜铃一样大，死死盯着天花板或者墙角，浑身打哆嗦，拼命往被窝里缩，有的还会扯着嗓子喊，喊出来的名字全是几十年前早就死掉的亲戚仇人，或者是他年轻时害过的人。这时候家属就在旁边抹眼泪，护士跑过来说，这是老人家脑子糊涂了，出现了幻觉。你们要晓得，老祖宗传下来的学问可不是这么说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幻觉，也不是神经错乱。人到了临终前
或者是久病不愈的时候，他身上的阳气已经衰败到了极点，气机微弱的像风里的残烛。这个时候，他的那层肉体凡胎的壳子松动了，他在阴阳交界处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他这辈子甚至上辈子结下的冤亲债主找上门来索命了。这就是托的久走不脱的第三道催命符，也是最深最可怕的一重真相。很多人一听冤亲债主马上摆手，哎呀，男士，你这是搞封建迷信。我告诉你们，这绝对不是迷信，这是宇宙间最严密的能量守恒定律，是因果账本上的白纸黑字。你想想看，人这一辈子，谁敢说自己干干净净？你年轻时为了做生意，用手段把竞争对手逼得倾家荡产，跳楼自杀。你平时图嘴巴痛快，逢年过节杀鸡宰羊，活生生的鲤鱼扔进滚开的油锅里，那鱼在油里疯狂地打挺。甚至你在家里因为一点小事，用最恶毒的话咒骂婆婆，虐待儿媳，让人家心里结下了一辈子化不开的死疙瘩。你以为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你以为摸摸嘴洗洗手，这笔账就消了。天地间没这个便宜事。那些被你残害的生灵，那些被你逼死的冤魂，带着满腔的怨恨和痛苦。这股怨恨的能量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它就化作一股阴寒的黑气，一直潜伏在你的周围。等你年轻气壮，福报还在的时候，他们进不了你的身。可一旦你老了，病倒了，阳气罩不住了，好嘛，千军万马全冲进来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业时现前。这个时候你身上那种痛已经不是医学上能解释的痛了。有的久病老人吃多少止痛药都没用，他觉得骨头缝里有千万只蚂蚁在咬，觉得五脏六腑被小刀子一片一片的刮。为什么医生查不出毛病？因为那根本不是肉体坏了，那是无形的债主趴在你身上，一口一口的在撕咬你的魂魄啊！人家是来连本带利收账的，这笔血债一天不还清，人家一天不松口，你就一天咽不下这口气。你别以为只有咱们这些凡夫俗子会招惹冤亲债主，这个宇宙的因果铁律谁都逃不掉。在佛经正典里记载过这么一件震撼人心的事。释迦牟尼佛那是福德圆满神通广大的大觉悟者了吧？可是有一回佛陀突然头痛欲裂，那不是一般的头痛，佛陀身边的弟子看着都心惊肉跳。佛陀坐在那里眉头紧锁，额头上豆大的冷汗直往下滚，痛得像是有大斧头在劈他的脑门一样。这头痛整整持续了3天3夜。大弟子阿难在旁边看得直掉眼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问：世尊啊，您都已经成佛了，跳出3界外了，怎么还要受这种皮肉之苦啊？佛陀缓缓睁开眼睛，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用神通把这痛苦屏蔽掉，而是告诉弟子们，你们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透过千百年的时空，阿难看到了一个极其久远的前世画面。在一个破旧的村子里，遇到100年不遇的大旱，村头的一个大湖底全干的裂开了，湖底淤泥里全是一条条翻滚挣扎的鱼爬。村里人饿疯了，全村老小拿着筐子下去把鱼捞上来，当场剥皮刮鳞，大锅炖了吃。当时村里有个不懂事的小男孩，他个子小，没捞着吃肉，就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在旁边看热闹。湖心有一条最大的鱼王在泥水里绝望地张着大嘴喘气。小男孩觉得好玩，跑过去拿着手里的木棍
梆梆梆照着那条渔网的脑袋使劲敲了3下。画面一转，佛陀对阿难说，当年那个敲鱼头的小男孩就是我，那个湖里的鱼就是今天带兵来攻打我们这个国家的恶王和军队，全村的人这几天全被屠杀了，那是他们当年吃鱼的命债。我虽然一口鱼肉没吃，但因为我当年拿着棍子敲了渔网3下脑袋，今天这因缘果报成熟了，这10000年前的冤亲债主找上门来，我就得硬生生扛下这3天头痛如裂的果报。诸位，你们听听，这个道理简单不简单，可怕不可怕？连成了佛的释迦牟尼当年只因为好玩敲了3下鱼头，都要1分不差地还这3天头痛的宿债，何况咱们这些一辈子在红尘里打滚，满手油污，满嘴恶言，心里藏了无数贪嗔痴的普通人，你想想看，你这辈子有意无意中敲过多少个鱼头，你欠下了多少笔这样的感情债、命债、钱财债。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病床上受着非人的折磨，拖了1年又1年，你千万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去可怜他，甚至去怪罪老天爷不公平。你要晓得，他不是在白白受罪，那是几百上千的债主，正排着长队在他的病榻前讨债啊！每一个债主讨完自己那一份血债，退到旁边，下一个债主接着上来讨，这一个接一个的撕咬。这场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病苦就是这么来的。你以为他痛苦的翻滚是病情恶化，其实那是账本在疯狂的翻页啊！这笔账不了结，天地间的法则不答应，他就是烂在床上，也得把这口锅背到底。讲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可能听得后背直冒冷汗，心里直发毛了。难师啊，照你这么说，这生老病死的账算得这么狠这么绝，那躺在病床上的人自己又迷糊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做老伴的，站在床边干着急，难道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罪被折磨吗？咱们就一点翻盘的办法都没有了吗？我告诉你们，天无绝人之路。如果因果是一把死锁，那佛法就不叫大慈大悲了。天地之间只要有因果，就一定有解药。可是解药怎么用？如果病人自己已经昏迷不醒，不知道忏悔了，那么这最后的一线生机全都落在了谁的肩上？全都落在了你们这些站在病床前端屎端尿，天天熬夜守候的家属身上。你以为你被他拖累，只是你在尽义务吗？大错特错，这叫共业。你在病榻前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满屋子的怨气化解掉，才能把他和你们全家的运势从泥潭里拔出来？咱们接下来就实打实地教你们这套救命了缘的实操之法。很多在病床前伺候过久病老人的儿女啊，听到这里眼泪恐怕都要掉下来了，大家心里头苦啊。你想想看，看着病床上的亲人被无形的冤亲债主折腾，被那股业力死死咬住不放，他痛得满床打滚，连神志都不清醒了。你站在旁边干着急，替也替不了，帮又帮不上，那种眼睁睁看着亲人受活罪的无力感，简直能把人逼疯。这时候很多家属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极其隐秘，连自己都不敢大声说出来的委屈。你在心里嘀咕，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凭什么就落在我一个人头上？凭什么就是我辞了工作，没日没夜的在这里端屎端尿，熬油点灯？我这辈子到底欠了他什么啊？我告诉你们，你还真说对了，佛法讲得很清楚，所谓的一家人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凑到同一个屋檐下的能成为父母儿女，
夫妻伴侣背后都有极深的业缘，不是报恩就是报怨，不是讨债就是还债。你以为你守在病床前仅仅是因为法律规定你要尽赡养义务吗？错了，那是因为你们之间有恩有债，有未了的情，这股无形的业力绳子把你死死地拴在了这张病床跟前。而且老祖宗还点破了一个更深层的秘密，这叫共业。什么叫共业？就是你们这家子人过去生中造过类似的因，现在要共同来承受这个果报。久病的人躺在床上受肉体的苦，这是他的那份业。你在旁边端屎端尿，承受着经济的压力，身体的透支，情绪的崩溃，这就是你该受的那份业。你们是在同一个因果的泥潭里打滚，谁也别笑话谁，谁也别埋怨谁。我给你讲个现代的事儿，你听完就彻底明白了。前些年有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叫建国，建国的父亲中风偏瘫，在床上整整躺了5年。这老头子年轻的时候脾气就暴躁，打骂老婆孩子是家常便饭，现在病倒了，半边身子不能动，脾气更是坏到了极点。建国是个老实人，每天下班就往父亲家里跑，给他擦身子喂饭。可是这老头子一点都不领情，稍不如意，抓起旁边滚烫的粥碗就往建国身上砸。有一次建国刚给他换完干净的尿布，转个身的功夫，老头子故意把大便抹得满床都是，还指着建国的鼻子破口大骂，骂得极其难听。建国当时站在那儿，闻着满屋子刺鼻的腥臭味，看着一身的脏污，他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你怎么不早点死啊？你死了大家都解脱了。这个念头一出来，建国自己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跑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夹着烟的手直哆嗦，眼泪哗哗地往下流。他不仅恨他爹，他也恨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能有这么大逆不道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的命太苦了，生意一落千丈，老婆也因为这事天天跟他吵架闹离婚。他觉得自己快被这张病床给活生生拖死了。后来建国遇到了一位懂修行的老师傅，老师傅听完建国的哭诉，一针见血地对他说，你仔细看看你现在的处境，你爹现在还是你爹吗？那是你宿世的冤亲债主，借着你父亲的壳子来找你要账来了。你为什么会觉得痛苦？因为你一直是受害者的心态，你觉得你在挨欺负，你现在必须转念，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还债人。老师傅教了他一个极其厉害的法门，从今天起，你不要把他当成折磨你的仇人，他每砸你一个碗，每骂你一句，你就在心里默默地说，这笔账我还了。你用心伺候他一次，就是在因果账本上划掉一笔债务，你不生怨恨，这笔账就平了。你若是心里生了怨气，那叫利滚利，下辈子你还得接着还。建国听完犹如醍醐灌顶，脑子里嗡的一下就亮了。第二天建国再去喂饭，老头子又发飙了，呸的一口把嚼烂的饭菜全吐在了建国的脸上。要是以前，建国早就气得摔碗摔门出去了，但这一次建国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拿毛巾平静地把脸上的脏东西擦干净，然后轻声说，爸，吐出来心里舒服点了吧？来，咱们接着吃。那一刻奇迹发生了，老头子看着建国那种绝对平静，没有一丝怨恨的眼神，突然愣住了。他举在半空准备打人的手慢慢放了下来，眼里的那种凶光居然一点点消散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乖乖地把饭吃完了。
从那以后，建国彻底放下了怨气。每一次给父亲翻身擦洗，他都在心里默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不求什么奇迹，他就是踏踏实实的在还债。几个月后，老头子在一个清晨非常平静的走了，走的时候面容安详，没再受一点罪。而建国呢，父亲走后，建国整个人脱胎换骨了，因为在这5年里，他把性子里的那点急躁、傲慢全在病床前给磨平了。他的心境变得极其沉稳，生意上遇到多大的难处，他都不急不躁。很快生意起死回生，老婆也回心转意，家里的风水全盘扭转。诸位，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想想看，病床前面哪里只是看病的地方，那是一个祭坛，是一面镜子，那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最顶级的一个修忍辱的道场。所以如果你们家里现在正有久病卧床的老人，或者你以后碰到了这种艰难的关口，你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教你们的这3步救命的原之法。这不仅是救病床上的那个人，这更是救你自己，救你们全家的家运。第一步，一定要想方设法帮病人放下。你们要晓得，人在临死前气机衰弱，他心里最惦记什么？什么？就是绊住他双脚的铁链子。你们做儿女的，千万不要在病床前哭天抢地，喊着妈呀，你别走啊，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呀？你这么一喊，他的心就碎了，神识就乱了，死死抓着世间不放。这不仅走不痛快，反而要多受极大的折磨。你们应该怎么做？要握着病人的手，凑到他耳朵边上，用最坚定最温柔的声音告诉他，妈，你放心吧，家里的存折我都放好了，孙子也考上大学了，家里一切都好，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你看见前面有光，你就跟着那道光走，千万别回头，别挂念我们以后都好好的。你这一番话就是帮他斩断第一道催命符，心性执念，心结一打开，这口气自然就顺了。第二步，家属必须做到4个字，尽心不愿。什么叫不愿？不是让你装作不委屈，而是当那个委屈和邪火往上冒的时候，你立刻用因果的道理把它压下去。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我的因缘，这是我在了缘，这是我在修行。你每一次给他擦拭身体，每一次忍住不发火，你都在削减你宿世的重罪。你要把每一次的伺候当成是你灵魂的一次大清洗。只要你这口气不生怨，你家里的风水就不会破。很多家庭为什么老人一病，家里鸡飞狗跳，接着就破产倒霉，就是因为这个病房里充满了冲天的怨气。你把怨气转化成了慈悲和忍辱，这就是在给你们家积攒天大的福报啊。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叫做念佛回向解冤释结。很多家属看着老人被病痛折腾得嗷嗷直叫，就知道急着叫大夫打止痛针。大夫能治肉体的病，治不了因果的病啊。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就在病床边上坐下来，心里什么杂念都不要有，就老老实实的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你千万别以为这是搞迷信，你这一句佛号念出来，那是一种极其强大清净的宇宙能量。这股能量通过你的声音，你的心念就能传递给病床上的人，让他的心神安定下来。更重要的是，你念完之后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回向。你要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些看不见的冤亲债主说话，你要极其真诚地说，我父母这一辈子或者过去生中
如果有意无意伤害了诸位，我代替他向诸位磕头忏悔。我现在把我念佛的功德，把我们全家做善事，去菜市场买鱼放生的功德，全都回向给诸位冤亲债主，求你们拿了这些功德化解心头的怨恨，早点离开这个痛苦的地方，去一个好去处吧，别再折磨他了。我告诉你们，只要你的心足够真诚，那份力量是可以穿透阴阳两界的。当那些怨气冲天的债主感受到了你真金白银的功德回向，感受到了你发自肺腑的忏悔，那个死结自然而然就松开了。怨结一解，病人要么马上奇迹般的好转，要么就是痛苦全消，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咽下最后一口气，绝不会再受那些活生生扒皮抽筋的活罪了。所以诸位看懂了这三层真相，掌握了这三部累元的法门，你们在面对这生死病痛的玄机时，是不是心里就有一根定海神针了？好了，今天咱们把生死这本大账从里到外，从头到尾翻了个底朝天。我知道这背后的水深得很，因果的网也密得很。你们这些老朋友年纪大了，有时候听完转头可能就忘了，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保命护家的底线这几件事，你们打死都要记住。第一，以后再看见那种走得急的猝死的，千万别再去嚼舌根，说人家是遭报应。你们要晓得色身无常，这肉皮囊就是件借来的衣服，只要他走的时候心里不留恋，没有怨恨，这叫干脆利落的大解脱。第二，万一家里有躺在病床上拖了几年十几年走不掉的亲人，做儿女的千万别跟着抱怨，老天爷不长眼。我告诉你们，那是在屏障，那是他心里的执念不肯走，是他命里的福报跟业力在拉锯，更是他这辈子结下的冤亲债主排着队在讨债。病床就是个消业的道场。第三，怎么化解？这三步救命招，你们必须照着做。先要凑到耳边帮病人放下心里那点舍不得的牵挂，然后你们做家属的伺候的时候必须做到尽心不怨。你每一次压下心头的怒火，都是在修忍辱，削减宿世的重罪。最后老老实实在床前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功德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你这三步做到了，那个缠在你们全家头顶上的死结啪的一声就解开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世间人总喜欢跑去算个命，看个风水，总觉得换个大门朝向，摆个貔貅就能转运发大财，大错特错。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最高智慧告诉我们，天地间最大的风水根本不在外面，全在你这颗心里。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起心动念皆是风水。你抱怨，你嗔恨，你贪婪，这就是在给自己家里招灾惹祸。你转个念，学会了慈悲，学会了忍辱，学会了放下，这就是在给自己和儿女积攒滔天的福气。最大的改命就是改念，改行，改你的因果。你看这世间有多少家庭正陷在病床前的折磨里，有多少老夫老妻兄弟姐妹因为伺候久病的亲人搞得愁云惨淡，互相埋怨，甚至大打出手，把家里的好运全败光了。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南老师我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帮助和启发，请你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把你今天看明白的这些道理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
你这一个转发绝对不是凑凑热闹，你这可能就是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发过去，可能就帮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儿女，转了念头，可能就帮了一个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病患解开了心结。你这轻轻的一个举动，让人家少造一次恶业，少走一条死胡同，这就是真正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就是你在给自己给子孙积天大的福德，功德无量。最后咱们还要在这个地方汇聚起一股清净吉祥的能量场。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绝对的能量的。我请在座的每一位老朋友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打上愿病苦消除，离苦得乐，或者写一句看破无常，得大自在。不要小看你打出的这几个字，咱们千万人千万个善念，如果能汇聚在一起，那个威力不可思议。而你发出的这一个善念，最后都会化作一股温暖的吉祥的磁场，时大时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护佑你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